在认识论的描述性任务中，其目标是准确描绘世界的某些特征，包括人类心灵的内容，并进一步确定在这些心理内容之中，哪些，如果有的话，应当被视为真正的知识。一个典型的描述性认识论体系是埃德蒙·胡塞尔的现象学。胡塞尔致力于对意向性这一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。所谓意向性，指的是意识状态的一种根本特征。任何意识经验都必然是关于某物的，或者说总是指向某个对象，无论该对象是现实的、观念的还是想象的。另一个强调描述性方法的哲学家是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。在他于1953年一作出版的名著《哲学研究》中，他曾明确指出，解释必须被描述所取代。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大部分哲学工作正是致力于这一理念。与其构建抽象的理论去解释语言与思想的本质，不如通过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作方式的细致描写，揭示其意义与功能。除了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，还有一些哲学家也试图用描述的方式去追问人能不能直接感知世界，有没有一种认识不依赖推理，也不经过逻辑中转，而是直接看见现实本身。乔治·爱德华·摩尔、H.H. 普赖斯和伯特兰·罗素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他们想知道，如果这种直接领悟真的存在，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经验？它与我们平常那种推理出来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？与他们思路相近的还有摩里兹·史里克、奥图·纽拉特和阿尔弗雷德·朱尔斯·艾伊尔。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——协议句。这些句子指的是那些不带推论，只描述经验中立即被给出的部分。换句话说，它们就像意识的原始记录，在语言介入、判断形成之前，我们最初接触到的世界的模样。这种探索像是在哲学的实验室里，试图找到人类认知的最小单位。一个句子，一个感受，一道光，一瞬间的我看见，是否可能成为通向真理的最原始入口？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认识论永恒的起点。如果说认识论的第一重任务是描写，那第二重任务就是辩护。它不只是问我们知道什么，而是更进一步的问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。这就是认识论的规范性功能。在这里，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描述事实，而是追问哪些信念才算是理性上站得住脚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相信什么？这种应该带着明显的伦理意味。就像伦理学问的是人应该怎样行动，认识论则问人在面对真理时应该怎样相信。而一旦进入这种规范性的思考，我们就走进了认识论最核心的地带，那些千年未解的哲学难题。知识是否等同于被证明为真的信念？知识与信念的区别只是概率高低的差别吗？所谓合理的信念，到底什么才算是合理？这些问题听起来抽象，但他们其实在问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事儿。当我说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吗？当我们谈论知识时，另一个词往往悄悄出现——确定性。可问题是，知识和确定真的是同一回事吗？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百年。有人说，只有当我们确定某件事时，才算真的知道。但也有人反驳，我们明明能知道一些事儿，即使内心仍留着一点点不确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人能知道某事为真，却不确定它吗？或者反过来，一个人能确定某事儿，却其实并不知道它？再进一步，某件事儿能不能本身确定，却无人知道？又或者有人知道，却永远无法确定？看似只是概念的交错，但在这几句反问里藏着整个哲学的焦虑。我们以什么为凭去说一句我知道？在1941年的论文《确定性》中，哲学家 G.E. 摩尔做了一件看似细微却极有洞察力的事儿。他仔细分析了人们日常说话时使用确定这个词的方式。摩尔发现，确定的这个词其实出现在4种常见语气里。我感觉很确定 I feel certain that， 我确定 I am certain that， 我确信无疑 I know for certain that， 以及某件事是确定的 It is certain that。 听起来相似，但摩尔指出它们并不一样。有些句式中，确定必须以事实为真为前提，否则就会自相矛盾。比如，我确信他一定会来，但他最后没来。这句话逻辑上是矛盾的，因为如果他没来，那你就不可能确信无疑。但如果你说，我当时感觉他会来，但他最后没来，这就完全合理，因为那只是一种主观感受，而不是事实性的指导。摩尔的这个区分揭示了一个微妙的真相：感觉确定和真正确定是两回事儿。我们的语言常常让这两种确定混在一起，于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，其实只是觉得。基于这些分析，摩尔得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锋利的结论：一件事儿若没有被知道，就不可能是确定的。这个结论就很量子状态了。这句话划开了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概念：真理与确定性。一个事实，即使没有人知道可以是真的，但它不可能是确定的。确定在摩尔看来，
不只是关于世界的状态，而是关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。只有当某人真正知道了某件事儿，我们才有理由说这件事儿是确定的。因此，摩尔明确地否定了那种设想，某个命题可以客观地确定，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它。在他看来，没有被意识到的确定性根本不存在。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悖论，世界或许自有其真相，但确定这件事儿永远发生在人心之中。但摩尔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他同样认为知道某件事儿并不等于那件事儿就是确定的。想象有人说 A 知道 P 是真的，如果这句话足以让我们说 P 是确定的，那就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知道 P 为真，别人就不可能再合理地说 P 并不确定。可这显然不对。比如我们说现在不能确定小明还活着，这并不代表没人知道他是否活着，而只是表明从我们的立场看仍存在不确定性。因此，摩尔得出的另一层结论是，一个命题可以被知道，但仍然不一定是确定的。他认为知识并不自动携带确定性，两者之间还有距离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。有些人认为，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的知道是当下的明确意识到的，而不是那种潜在知道或记得但没在想的状态，那么这种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确定性。于是，哲学的争论在此再度分叉：确定性是知识的一部分，还是知识之外的光？有时候，我们说我知道，其实只是灯亮着，而我确定是那道光真正照到了最深处。在关于知识与确定性的所有立场中，最激进的声音来自维特根斯坦。在论确定性中，他提出，知识与确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，它们互不包含，也互不保证。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，却并不确定，也可以确定某件事儿，却其实并不知道。对维特根斯坦来说，确定性不是一种理解，而是一种行动。它不是我看见事实的结果，而是我活在这样的事实中的表现。他认为，一个命题之所以确定，不是因为它被证明、被看见、被推理出来，而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行动都在默认它是真的。举个例子，当我们行走、说话、交易、教学、写作，我们已经在无声地依赖某些命题，比如外部世界存在，语言能表达意义，他人能理解我。这些信念不需要被论证，他们早已嵌进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维特根斯坦写道，理由的给出，证据的辩护，总有一个终点，但终点不是那些看起来显然为真的命题，终点是我们的行动本身，它构成了语言游戏的地基。在这里，确定性不再是思想的亮度，而是生活的重力。我们之所以确定，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真理，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确定中活着。哲学家们一直想知道的，不只是什么是知识，还包括知识从何而来。这种探问背后的假设是，如果我们能追溯知识的源头，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。于是，从古希腊到今天，知识的起源一直是认识论最核心的主题之一。在这场讨论中，柏拉图走在最前。在理想国中，他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论证：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真正知识的来源。他的推理从一个看似简单的观察开始，我们每个人对某些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，比如相等。当我们说两根木棍几乎一样长，我们其实已经在心里拿它们去比对一个更完美的标准，一个绝对的、纯粹的相等。但这样的相等，我们从未在现实中见过。在感官世界里，没有两样东西能完全相等，一切都只是接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相等的概念，那种理解就不可能来自感官经验，它来自别处，来自理性，或者说来自灵魂更深的记忆。对柏拉图来说，感官让我们看到世界，理性让我们理解真理。知识不是经验的积累，而是理性对永恒形式的回忆。我们都知道该如何使用相等这个词，无论你比较的是两根木棍、两块石头，还是两条河流，当你说它们是相等的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但这种知道从何而来？想象你在比较两根木棍的长度，乍一看它们似乎一样长，可当你仔细观察，差异就出现了，一根略长，一根略短。而你越仔细看，这些细微的差别就越明显。于是柏拉图问，如果所有的感官经验都只会让我们发现不相等，那我们又是怎么学会相等的概念的呢？他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份知道并非来自我们的眼睛、耳朵或触觉，而是来自灵魂更深处的记忆。就像在美诺篇中他说的那样，真正的知识并不是被学到的，而是被想起的。我们并非第一次认识这些概念，而是在回忆那场灵魂早在此生之前就经历过的理解。在柏拉图看来，每当我们追问什么是相等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真理，我们其实是在用理性叩响那扇古老的门。
试图让灵魂忆起他早已知晓的世界。柏拉图并非随意地选择相等或几何作为例子，他是在提醒我们，数学才是理解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的关键。想想看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们从未真正见过一个完美的三角形，没有厚度的线，没有面积的点，这些数学对象根本不存在于任何感官经验之中。即便你在沙地上画出最精准的三角形，它的边仍旧粗糙，角度仍旧有误差，可我们却能在心里想象一个完美的三角形，三条绝对笔直的边，三角之和永远180度。于是柏拉图问，如果感官世界从不曾呈现这样的完美，那我们为何能理解完美的概念？这种理解又是从何而来？对他而言，这正是理性高于经验的证据。数学世界那些纯粹的形与数，并非我们看见的东西，而是理性在灵魂深处觉醒的真理。而这份觉醒成为柏拉图哲学最深的信念之一。知识不是从世界中获得的，而是灵魂自身记起的。关于知识的起源，哲学史上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。一种认为知识是天生的，在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就已潜伏在心灵深处；另一种则坚持知识是后天获得的，是感官、经验与世界长期作用的产物。这场争论不仅在哲学中延续了2000年，在现代心理学与语言学中也依然激烈。比如语言，孩子在学说话时只接触到残缺的语言样本，大人们的语句往往不完整，甚至带着错误，可他们却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复杂的语法结构，流畅地使用一种语言。美国语言学家诺姆·乔姆斯基认为，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靠模仿解释。他说明，语言的根并不在外部世界，而是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心智结构之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并不是学会了语言，而是唤醒了早已存在的语言能力。与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心理学巨匠博尔赫斯·弗雷德里克·史金纳。这位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人类的知识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通过环境塑造的结果。在他看来，学习不过是一连串刺激与反应的循环，外界给予强化与奖赏，个体便逐渐形成正确的行为与语言模式。连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句子，都像是在环境的训练下完成的反应。于是，知识不再是灵魂的回忆，也不是心智的先天结构，而是一种被塑造的习惯。当然，也有哲学家试图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寻求平衡。他们认为，人类既拥有先天的认知潜能，也需要通过经验的磨砺来让潜能开花结果。而更深层的分歧则体现在另一场贯穿哲学史的对抗之中：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。理性主义者相信知识的最终来源是理性本身，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。理性这个词听起来简单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哲学谜题。哲学家普遍认为，理性是一种独特的心灵能力，通过它，我们得以触及关于现实的真理。这个观点其实有两面，一方面，它假设世界是可被理解的；另一方面，它相信人类拥有理解它的能力。理性主义正是从这对假设出发，它主张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同构，一种镜像般的对应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思维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的结构相互映照。正因为这种对应存在，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世界如其所是。而如果这种映照被打破，理性主义者认为世界将不再可知，我们的理解也会坠入彻底的迷雾。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是真正彻底的经验主义者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所有的知识毫无例外的都来自经验。就连被称为现代经验主义之父的约翰·洛克也承认，有些知识并非源于经验，只不过他认为那类知识微不足道，空洞到几乎没有实质内容。休谟也持类似的观点，他同样相信经验的重要性，但也意识到仅靠经验、理性无法解释一切，尤其是那些关于必然性、因果性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是最坚定的经验主义者，也无法不依靠某种超出经验的框架去理解世界。因此，经验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，他们只是认为那类知识没有真正的意义。所以，更准确地说，经验主义主张一切有意义的与事实相关的知识都必须来自经验。但即便这样定义，经验主义仍与理性主义存在根本分歧。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能够拥有一种先于经验而又富有意义的知识，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。在理性主义眼中，理性是通向真理的光，而在经验主义眼中，理性不过是经验的影子。在经验主义中，经验这个词通常指的就是我们最直接的感官感受，或者用休谟的说法叫做印象。而对那些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来说，这样的定义其实暗含着一个更深的假设：人的心灵是被动的，它就像一块白板，外部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，
我们所感知、所记得的一切，不过是这些印记的复制与积累。在这种视角里，人类并不是在创造知识，而只是被动地接收世界投射来的光影。把心灵看作一块白板，其实给经验主义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如果所有知识都来自经验，那我们又如何知道那些从未出现在经验中的事物？比如龙。古典经验主义者如洛克和休谟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：龙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，但它的概念可以被分解成更简单的元素，翅膀、蛇的身躯、马的头。这些简单观念都源自真实的感官印象，于是龙只是这些印象的组合与拼接。在这种理论中，心灵依然是被动的，只是多了一点拼图的能力。它不能创造新的材料，只能把经验留下的碎片重新排列。然而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如果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，经验主义者就必须回答：抽象概念从何而来？比如完美的三角形，感官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是完美的。线会歪，角会偏，边会弧，但我们却能在头脑中清晰地想象出一个完美的形状。这个完美显然不是经验能提供的。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普遍概念上，我们的感官从未见过人类这种整体，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，但人类这个词却有意义，而且我们还能据此说出一些显然为真的命题，比如人类会死亡。连颜色的概念也隐藏着同样的难题。有的经验主义者认为，红色的观念源自我们在记忆中对无数个红色事物的抽象提炼，但问题是谁在进行这种抽象？又凭什么能从具体的经验里提炼出那种超越经验的普遍性？可问题在于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红的概念，又怎么知道哪些经验该被算作红？经验主义者或许会回答，那是我们小时候学语言时被教会的。大人指着某个红苹果说，这是红的，又指着红花、红布、红灯笼说，这也是红的。于是，经过反复的指认与比较，孩子逐渐在脑海中抽象出红色的概念。听起来似乎合理，但仔细一想，这种解释其实绕不开原点。如果孩子最初根本没有红的概念，那他凭什么知道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放进同一个范畴？是什么让他在各种视觉经验中看到了一种共通的红？经验主义在这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逻辑陷阱。他想用经验去解释概念，却忘了经验本身的识别与分类早已依赖于概念的存在。但问题还没结束，就算孩子通过反复指认学会了红这个词儿，这些例子依然是极其有限的，它们只覆盖了红色世界的冰山一角。现实中，红有无数种深浅与光泽，暗红、朱红、玫瑰红、血红，孩子见过的只不过是其中寥寥几种。那么，凭什么孩子能在有限的经验中抽象出恰好与成年人一致的红的概念？理论上，他完全可能把红理解成亮的颜色，或者果实的颜色，甚至只是我被夸奖时看到的那种颜色。他是怎么选中那个正确的抽象的？理性主义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。或许孩子之所以能抓住那个对的概念，并不是靠经验的归纳，而是因为在我们心中原本就有某种先天的结构，让我们能够辨认、理解并组织这些经验。换句话说，经验可能只是唤醒了我们心里早已存在的某种秩序感。很多哲学家，甚至刚接触哲学的人，都会被一个现象困扰：哲学的论证似乎永远没有定论，每一个论点都有反论点，每一个立场都能找到对立的立场。就像你刚刚觉得被说服，下一刻又被另一套逻辑彻底推翻。正是在这种反复的思辨中，怀疑论诞生了。古代的怀疑论者曾认为，所有的论证都同样薄弱。既然每一种说法都能被反驳，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被证明。而在现代，哲学家本森马茨继承了这种怀疑精神，却给出了一个反讽式的说法。他认为，所有哲学论证其实一样有力，听上去矛盾，但意思其实一样。无论你站在哪一边，理性似乎总能找到理由支持，也能找到理由怀疑。讽刺的是，怀疑论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哲学。于是，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：怀疑论能否逃脱他自己设下的陷阱？当他质疑一切知识的可靠性时，他是否也必须质疑自己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究竟怎样理解怀疑论。在历史上，这个词指向过许多不同的立场和事件，从温和的理性怀疑到彻底否认知识可能性的极端怀疑。但无论形式如何，怀疑论的核心始终如一，它挑战了人类最根本的自信，那种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些什么的信念。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的反对者共享同一个起点，他们都接受一种最基本的知识定义，一种看似朴素却蕴含深刻逻辑要求的定义。第一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，那这件事儿就必须是真的。第二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，
那它就不可能错。换句话说，知识不只是信念，它必须与事实吻合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人说我知道小明会在9点钟到，结果小明并没有出现，那么这个我知道就必须撤回。此时他可以说我以为我知道，或者我当时非常确定，但他不能再理直气壮地坚持我真的知道，因为在逻辑上，知道与错不能共存。在刚才那样的知识定义下，怀疑论者要发起挑战，其实不需要证明某个人真的错了，他们只需要证明他有可能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正对应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第2个条件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，那他就不可能错误。所以只要怀疑论者能指出在某个我知道的说法中，逻辑上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性，他们就能得出结论，那个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怀疑论者总喜欢做一件事儿，他们不停地寻找反例，去挖掘我们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知识宣称里隐藏的漏洞与不确定性。有一种更极端的怀疑论，直接否认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。他会问，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树真的在哪里？也许你只是一个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，所有你所谓的感官经验只不过是被精密设计的电信号在欺骗你。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逻辑上它无懈可击，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定义，只要存在出错的可能性，就足以让我知道这句话失效。所以不管我们拥有多少感官证据，那些触觉、光影、声音、气味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。在逻辑上，我们永远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，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。如果要追溯哲学最初的问题，那几乎都要回到古希腊，一个被运动困住的时代。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眼中，变化本身就是个无法自洽的谜。如果某物在变化，那他此刻既是他自己，又不是他自己，这在逻辑上似乎行不通。于是古希腊哲学家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，知识不能改变，因为如果知识也会变化，那我们又凭什么说它是真？巴门尼德，那位被称为存在之者的思想家，因此断言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，一切能被思考的事物都真实存在，而那些正在变成的、尚未存在的，根本无法被思考。在他看来，世界不是流动的，而是静止的整体，成为只是幻觉，真正的存在从未改变。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约束，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不变的。可问题来了，我们通过感官看到的世界，时时刻刻都在变，河水在流，影子在动，连我们自己也在老去。如果知识来自感官，那它岂不是也会随世界一起流动？那我们又如何确定今天所知的真理，明天不会被新的感觉推翻？在泰阿泰德篇中，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：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知识的源泉。要获得真正的知道，人必须超越感官，让理性去触及那些不变的、永恒的存在。在那里，真理不会随时间漂移，也不会被幻觉污染。那是理念的世界，也是柏拉图所谓可知的世界。柏拉图的知识理论其实分为2部分，首先探讨那些永恒不变的存在，其次讨论人类如何凭借理性去认识它们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第7卷中讲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寓言，洞穴的比喻。想象一群人从出生起就被锁在洞中，他们的脖子、双腿被铁链束缚，一生只能面向洞壁。在他们身后有火光在燃烧，偶尔有人或物从火光前经过，于是那些影子被投射在洞壁上。对这些囚徒来说，那面墙上的影子就是全部的世界。他们讨论、争论，甚至为影子的形状下定义，却从未想过自己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真实。洞穴象征感官世界，影子是我们通过感觉得到的经验，而那些被火光照亮的真正事物，只有当人挣脱锁链，转身走向洞外，才可能亲眼看见。这转身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觉醒，也是柏拉图所说的从感性到理性的攀升。挣脱锁链的人起初并不会立刻迎来自由的喜悦。当他第一次转身，第一次面对火光时，那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他的双眼，他本能的抗拒，渴望回到阴影的安慰里。可若他坚持向上，穿过黑暗的甬道，一步步走向洞外的世界，那痛苦的攀升正是灵魂从感性束缚中解放的过程。柏拉图说，这条上升之路其实象征着理性的觉醒，理性让人得以看见那些不随时间流转的真理，去认识那永恒不变的理念。而当人终于走出洞穴，眼前的景象会让他震撼，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世界，看见光、色彩、生命与秩序，直到最后他直视那一切的源头——太阳。对柏拉图而言，太阳象征知识的根源，也象征真理之光。只有那些能承受光亮的人，才真正看见了世界的本质。